好，请问今天2位去那里运动了？没有2女加3女，哦，2女加3女等于那个5女，好，怪怪的。快快，今天我们要帮大家准备的是卢丹氏里面对，最重要的鼎鼎有名的山女，三女。山女，那3女是哪3女？柏林、柏林少女、修女、修女、孤女。孤女。哇，那分别后面是不是都有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小小的概念啊。对。来照顺序好了，先从孤女开始。照顺序，孤女照顺序。孤女听起来是很像这个孤儿。柏林最先啦，柏林是但最先的。是它最轻了，你要从味道。不然你们等一下会闻不到它从味道吗？好，不然你会闻不到它那我从味道也可以，但最早出的是柏林少女，2013年是从柏林少女开始，是，然后再来是孤女的2014年，修女2015年，哦，对，对，连续3年那都是同一位调香师是 Christopher， 会念，嘿，OK， 姓有点难念，好，对 Christopher Christopher 大师， Christopher，这3支都是他调的。好，那20年前的时候还先蛮帅的讲一下柏林少女的起源，好不好？对，它是为了纪念，就是2战后那个德国，就是他们就是复苏嘛。那一些战争之后，要激励一下那个明星哦。那它也是借此代表，就是纪念一下战后的德国这一支柏林少女。OK， 对，是一支带刺的玫瑰。对，那事实上德国在2次的世界大战，他们最后都是以战败收场嘛，对不对？他们一度想要挑战世界霸权，但是一直都是被压下去。好，那有时候你要知道，战争过后，或者是经济萧条之后，大家都会想要借由香味来提振人们的精神跟士气。对，那这一次可能就有这样的意味存在了。或是代表那个时候德国的给人的感觉。就是因为男生在前面很努力的打仗，对，可是其实女生在后面都很坚强的在撑起很多事情，每一个家庭，是，因为男生都在打仗啊，对啊，所以其实德国在2战的时候，只有女生跟小孩在国家比较多，老弱妇孺在国家，那是谁撑家？就是当时的妇女们，所以他这一支是向德国妇女致敬。哦，对，而且别看这样子，好像这个妇女好像远离战火，其实他们的战争发生在内心当中，因为你永远不晓得前线的另外一半到底今天是生还是死，对不对？所以这个战争从来没有为这个世界带来任何的好处，即便是所谓这个胜利的一方，好不好？这个一打下去一定都是输啊。那柏林少女有着这样子带给人们，有点算是也是抚慰了哈，也给人家坚强的味道，对吧？对 ，OK， 好，再那我们边讲边喷，好啊，好不好？边讲边喷。可以。那柏林少女我自己有闻过，因为我拍过这个柏林玫瑰系列，那它是绝对是玫瑰当中数1数2的。如果说一轮玫瑰是第1名的话，FM 的一轮玫瑰第1名，那这绝对是第2名。好，那它是呈现的排名前几名，对。那每个人心中排名不一样。那 FM 的一轮玫瑰，它是盛大的玫瑰，很多非常多，一直在开的玫瑰，整片的哦。对。那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那柏林少女是很厉害的，她把单支玫瑰呈现在你面前，从叶子，从这个花蕊、花瓣到这个梗，到叶子，味道完全就在你呈现哪一支玫瑰在你面前的味道，这是我的感受。闻闻看，好，要记得自己的位置啊。对，我想要拿笔来写。哇，而且你手上原本就已经立刻就对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哦，所以它就是用红色。是哇，这让我想起了刚入香水坑的时候。因为通常我们这种香水小白刚入坑的时候，都会就是对这支，因为一定会有人提起这支，你只要找玫瑰，就会说这支或是一轮。但是一轮因为比较贵嘛，所以我们可能一开始不会
买到一轮这样，然后就会这一支就是我们的入门的香水，很好闻的，然后很多人会推的一支。是，我觉得老实说，夏天闻跟现在闻又不一样因为现在冬天它分子活跃的比较没有那么快，可是你闻到的它是更精细、更加细致的味道。其实这3支应该要冬天它的味道才会显现，因为它很贴肤。贴肤的香水，你夏天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闻不到它前段要展现给你的感觉。然后如果现在比较冷的时候，你就可以闻到玫瑰，对，然后等一下才会闻到广藿。这一支玫瑰真的很鲜明就是真的就是在你面前，而且就很那个味道跟色泽，就是你想象中那一种，就是鲜红色的玫瑰。刚好这几天冷，所以现在那个玫瑰花瓣的那个感觉很明显，真的非常的浓郁。如果让我重新排名，这个是我心目中的第1名的玫瑰，你变第1了，对，变第1名了，而且FM 就变第2了。我觉得我上礼拜跟客人一起试，然后我今天又喷，其实它有点，我觉得它跟新的那个夜色玫瑰是的后面有点像真的哇！如果最近人家问我喜欢什么玫瑰，我不会再讲一轮玫瑰，我会大推它柏林少女，它很鲜明，对，而且因为我们这个版本是大概2017、2016年左右产的，对，所以我们现在喷其实味道我觉得会比新产的再更浓一些，比较有层次一点啦。对，比较有层次，它没有那么新做出来的，就是新酒、舶来酒，跟你已经放了4、5年之后，你再喝闻到的味道是不太一样的。对，哇，那而且那个闻得到它冷冽中这个水珠的味道，然后甚至连这个玫瑰花的叶子。也是沾着露水，它叶子的绿感也非常的逼真呢。我觉得真的就是那个，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就是一朵玫瑰洒着水。它的玫瑰花香有层次，对，不是只有一个，因为它用玫瑰，然后用天竺葵，用那个中间的老灌草，老灌草又叫俗称玫瑰草的，所以你就会觉得它的玫瑰花是有层次的，对，因为一般我们闻到玫瑰嘛，然后它是用天竺葵去带那种绿感，是天竺葵会让你带一点比较清新的绿感在里面，然后因为它味道跟玫瑰也很像，所以它可以增加它这个玫瑰的层次感，是，哇，这个太棒了，闻到就是很鲜明的玫瑰的感觉，然后不会太单薄，对，还有一些变化这样子。而且你不要以为它单支就无聊，没有，我真的觉得它这个在你面前就是风情万种的展现。即便它是只有一支，你都可以从花瓣到梗，然后到叶子。完全都。对，我觉得这支它很棒，会让你有一种就是坚毅的感觉。对，它不会让你觉得很柔弱，不会，不是那一种玫瑰调性的。对，它不是那么清爽，像有一些比较水感玫瑰，它不是那一种。没错，对，所以可以感受得到，它要表达那一种。虽然是朵玫瑰，因为玫瑰在种植的时候需要一些保护嘛，对不对？那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坚毅，也就是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对，我们不是柔弱的少女，对，我们的心智上是坚强的。虽然是少女，但是是非常坚毅的少女。OK， 好，这一支很棒，我们待会再回头来说。那第2支要帮大家介绍的是孤女，孤女。刚刚就是向2战时候的妇女致敬。对，那这一支是要描述，因为战争，所以会有产生了很多孤儿。真的原来是这样子啊，孤女。然后也有人说它是灵感是来自《悲惨世界》里面的那个小孩那个主角去做调香概念。可是他主要讲的就是2战时产生了很多的孤儿，对，然后就是
当你的，或是当你失去家人的时候，你自己那个孤独的感觉，孤立感，然后还有一种无助感，无助对灰烬啊，然后战后的灰烬，然后有那种孤独感、凉感那种感觉，对，站在废墟当中，对，然后望着这一片废墟残骸，断垣残壁，然后看着远方，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对，这种比较冷、比较孤独，也比较无助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他这支不会到让你觉得无助，反而会有一种独立的感觉，因为它是蛮就是清爽，然后很简单。因为其实如兰氏他们这个调香师他调的精神，他就是要简洁，是，所以你在他的这个香水的他想要表达的这种意境来看，对，这一支是非常代表的一支。OK， 事实上我很喜欢孤女的这个味道，我也是，它是算是焚香木质调，对不对？对，而且它就是用很基本的焚香、乳香、麝香，很简单的这几支去带出那个。当你自己跟你自己相处的时候，那个氛围。那这3支都跟战争是战后有关吗？修女比较，修女好像没有，比较没有，修女跟宗教比较有关。对 OK， 是，好，来，那我们先来尝试一下孤女。我以为修女是战争之后，大家就更多人需要心灵跟心情上的，可能也是有一些关联啊，可能我们不晓得。对， okay， 好，那我们先回来试一下这个孤女。这支就是在孤女，哇，它就是一支很清爽的焚香代表。一般我们焚香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就是缭绕，然后有它很基。比较拜拜那种浓重感，但它是那种还带一点凉凉的，对，它是带凉气的，对，金属全香的焚香。是我倒不觉得它是凉感呢，因为就这种心情来说，它是我的画面其实是比较灰阶的就是你战后孤寂或者一片废墟，它是比较画面是比较灰暗、比较灰色的。那这个味道正好呈现出它这种冷有点萧瑟感，会有点凋零啦，因为一切都是残破不堪的嘛，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一辈的人，其实没有什么战争在你周围发生过，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比较难想象战争到底离我们多近。那直到了今年的这个俄乌战争之后，因为现在媒体也发达，所以你会随时看到即时连线的这个战场管理的画面，对，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战争没有离我们很远呢。其实到任何年代，其实都不断的在发生。对，好，那你看到那个画面，就会怎么一个好好的百货公司可以整个变成一半了，对不对？然后每一层楼都还在，可是钢筋都裸露出来了，对不对？那在里面，或者是这个什么社区里面的房子，也是被轰出了一个洞，那里面的人怎么生活？我觉得这一支有带出那一种相对于比较冷冽、比较灰阶，然后心情上可能会比较有一点灰暗，比较有点 dark 的这种感觉。可是它的味道却是让你在这种外在环境是相对于比较没有生气的，可是内心却是展现的，就是无比坚强的感觉，是生命的韧性了。对，我喜欢这一支，来学姐帮我们讲一下好不好？这个我觉得它前面一开始那个凉凉的感觉，给我的感觉是，就是他想要呈现那个雪地的氛围啦，所以有一点凉凉的感觉。然后用焚香跟乳香还有麝香去营造出孤独感，然后烟消感，尘土啦，不是烟消，尘土的感觉，对吧？就是
除了冰天雪地之外，还有一点点尘土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欧洲的冬天。对，没错，你说的哈，欧洲冬天，这不管是土壤的味道啦，或者是说，我觉得它那种干净木头也带得很漂亮，对不对？对。哦，那林心你这一支我也很喜欢，因为这支我觉得它很特别，就是我喜欢它让人家一闻就是它就是粉香，是，但是又是很清新的粉香，它不是那种让你觉得很浊的那一种，它很干净，是，对。然后你说它，我觉得它要因为我是后来再去看他这些想要后面表达的故事，就是说就是要战后这种灰烬的这种感觉，对。但是我觉得他让人家觉得有一个看到一丝希望在里面，不会说只有废墟的感觉，是，对。然后有一种，因为焚香这个味道会让人家有一点疗愈的感觉在里面，对，有点安抚的味道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它不会让人家觉得只有孤独，对，反而是有一种就是站起来要独立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味道给我的感觉，就是它疗愈你完之后，会让你就是心情变的比较平顺。应该说调香师有时候他虽然要给你的是一个孤独的感觉，可是他让你闻到跟你后来感受到的时候，你会有另外一个氛围，比如说你是很孤独的享受你跟你自己相处，然后你最后你会从跟自己相处中去找到得到一些东西，是，对，这个叫做要学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自己要温暖自己啦，对不对？自我疗愈，因为像我觉得他这一支带出的这种，我觉得孤女这个名字取得真是好，因为他就是要带出这种彷徨无助，然后看不见未来的现况，但是在他中间转变，却是要从看不到的未来看到未来，还是给你重新站起来的力量，因为这个焚香，它会从你内心当中自己去做了一些化学反应之后，重新获得力量。对，靠别人站起来，绝对没有靠自己站起来来的有力量。我觉得可能他因为又有加那个麝香它的后调其实有麝香，所以不会让你觉得很重的木质，还是蛮轻的。是这一支焚香是最好穿上身的，对，绝对是，就很舒服的，对，很舒服又很好穿的。而且其实我们接触卢丹氏算是比较早，5年前我就开始接触卢丹氏，你们的一直到现在我重新闻了那么多支，我还是很喜欢最初的那个纯粹就是这个孤女的味道，所以每一次喷，每一次赞美，对，而且这3支的话，我会反而是孤女是1年4季我都会想要喷它，夏天也觉得可以的味道，对，很棒。第2支，好，这是我们第2支为大家介绍了孤女的故事跟我们闻到的感受。好。来，那现在第3支是修女，这支修女呢？修女的故事大概是什么？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她这个的话呢，有一种她想要去强调善恶跟黑白，因为宗教它会其实也有所谓的天使的跟恶魔这2边在拉扯，对。那它这里面它其实有茉莉嘛，然后还有猫麝香，然后跟焚香，是有焚香。那它可以先去感受一下它这支香水带给你的这种善恶跟黑白2个之间的冲击，因为它的名称是修女，对，但它的味道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修女。我们修女应该是就是要修女就是禁欲的嘛，对，比较纯洁，对，但这支不是很纯洁。我觉得是外国人把茉莉花香当作，它不像玫瑰跟依兰这么的明显的会唤起你的欲望，他们觉得茉莉是纯洁的代表。
代表，然后可是它又会它又会让你知道纯洁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又会勾起人们的遐想。哦 ，OK， 对，我懂你意思。纯洁跟这个，所以就像欲望这两个之间，他觉得，因为它纯洁，它洁白，所以它会有一个吸引人的，就是会有一个莫名的吸引力，人家想要犯罪，对之类的，就是纯洁到一个极致的时候，人们的这个阴暗就会被勾出来，对不对？所以他其实这个卢丹是用茉莉花做了2支，这一支是女生的用茉莉去做女生，她是用修女去代表，是无形中的欲望嘛。另外一个是欢场之子，也是大量的茉莉，然后它是用那个去代表那个女生、那个男生无形中散发出来的魅力去吸引到女生，所以这2支是一男一女，在他的卢丹氏的系列里面，都是用茉莉去呈现欲望这件事情。OK， 那所以那个欲望之子不是欲什么？欢场之子，遇到了修女，哇，那就真的是天雷勾动地火了，不美丽啊！有没有这样遇到过？对 ，OK， 那所以他这一支的修女，她要表达的就是。他想要借由这个纯白，反而却勾出了人们心中对他的这个遐想嘛，是不是？对，就是善恶，善恶之间，黑与白之间，对，宗教与邪恶之间，对，这很像人家说的，这个表面越阳光哈，其实内心的阴影是越长，对不对？所以不要以为看似这个，看似好像这个都好像都很健康，对，那事实上他可能在。心里的另外的那一个面是我们没有看过、没有看见的。那我觉得这个音乐的创作者或者是调香的创作者，他们都是借由这旋律、音符或者是气味来带出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对，我们来赶快试试看这个修女。我来试哪边呢？等一下是要拿笔来记，不然我会被给你。好，这就是浅紫色。刚刚闻的茉莉花香没有很明显，对，他其实有讲到这一支，它的茉莉其实不是那么的明显，它也不是我们就是那种银朵味很重的那种茉莉，它一开始的话会让你先闻到，我的茉莉很明显，这花很花我平常闻很明显，可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茉莉没那么，我的茉莉很明显，而且它是带有麝香、果子狸。的茉莉，对，因为我现在闻到的是果子，有点烧果香，果香也有果香，对不对？我现在闻到的是果香加茉莉花香，对，还有花香，那这个果子带出了一些甜酸感在里面，那再把这个花推得更我现在要把我的那个柏林放旁边一点，我的柏林扩香非常的强，其实柏林扩香还蛮强的，真的假的？我刚闻孤女，一直闻到我的柏林。是，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相对于这前面2女已经太强了，所以修女就比较容易被人家会味道会有点带。那但是我这一次认真的好好闻一下修女，我觉得这个厉害沾着血的茉莉花，对，血吗？雪白的雪还是雪白的雪？雪白的雪嘛。所以它借由这个茉莉跟白雪衬托出修女，因为修女的这个对修女的道袍就是黑加白嘛，对不对？我看到的就是白色那一面纯洁的，因为修女就是神圣那不可沾染的这种气味，我觉得就在前调里面生成出来。它中段是有放粉香，有这个花很干净，对，而且感觉很迷人，而且真的，我觉得就很像。不知道，我觉得闻起来有透明的感觉。是，就是修女到底有穿还是没有穿？这个我想，如果说修女喷了这个我可能连信仰都会改变了。就什么本来信佛教，后来都改信那个天主教了。对，这样是什么意思？那我觉得这是姑且不去管它，就是说原本的宗教是什么那些，但
我觉得一开始闻就是让你觉得是一个蛮吸引人的花香，是，对，吸引人哦有点吸引人吸引人啊，对有点吸我想说吸引人，有点吸引人，对，我觉得有点性感的这种感觉的花香在里面。嗯，那我身上焚香是还没有非常明显，反而是茉莉。是，茉莉它是不是很明显有一点橙花在里面啊？是不是有没有橙花？没有我觉得它就是没写，但不知道是不是有。对，我觉得是它的焚香跟那个麝香猫跟麝香给的带出来，让你觉得好像有橙花的氛围。嗯，因为我蛮喜欢它这个果子酸酸的，带出了这个花的也跟着融入了这个酸的味道，反而是更加的凸显。嘿，对啊，我觉得这个味道还蛮特别，就是我觉得跟之前闻的修女又不一样不太一样，对不对？然后再这一支的配上这个音乐，很像带修女去还是因为冬天跟对，是因为冬天跟夏天闻起来不一样吗？不晓得但我觉得这支跟我之前闻的，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有进过嘛，所以也有闻那个麝香的，就是真的是不太一样。因为我喜欢白花，其实我蛮喜欢修女的。对，我觉得它很舒服，就是你如果今天起床，你不知道你今天想喷什么，我觉得这3支就是你拿起来喷都不会有问题。是，对，我觉得这一支修女，你一喷洒上去，我觉得你今天的好心情就跟着一起来。对，它就是会让你纯白之外，就带着一点期盼感。然后会觉得说，今天一天的开始，我又不知道又有什么可以值得让我期待。燃起了你的生存欲吗？对，最原始的生存欲就是来自于性欲。对啊，我本来要讲早上起来喷了这一支，唤醒你心中的赤子之心，然后去期待今天会遇到什么新鲜的事情。都是，就是你可能一个了无生趣的时候呢，喷一下这一支，可以带起你一些原始的欲望之类的。是。对，所以是就没办法当修女。这个就回不去了。应该是说喷了这一支之后，你就想要离开修道院了。哇，这个真的是很棒。今天好好的品尝一下修女，我发现对修女又有不同的发现，跟不同的看法。对，大家这支蛮奇妙的。那它的后调是会转变的比较勾起欲望，会比较撩人吗？所以是它的后调是这样子呈现吗？可以再等一下再来看它的跟大家剖析后调，对不对？好 ，OK， 蛮期待这一支修女，后来会不会还俗了？对，我们在还俗是佛家在讲的，对，好吧？好，那我们回头再来跟大家分享3支后面的感觉，山女的后调，会呈现什么氛围？对，拜拜。哦，今天宫女怎么强大？好香哦。好，后调回来。然后现在3女分别在2位身上怎么呈现？先从 Berlin 柏林少女，是她的后调，我觉得带一丝丝微甜，然后一开始的那种就是很明显的那绿感稍微少一些，然后但多了一些玫瑰的那种就是柔嫩感，再加它微甜的一点点是香甜感，我是酸甜，蛮贴肤的。你是酸甜的玫瑰花瓣。对。持香力还是很好，它广藿其实没有感觉，在这支有，但是它没有很有感觉，非常的微，它不会像其他支有些你一闻就是这种很耀感的广藿，这支是可能如果你对广藿不是那么熟悉的人，或许这支你会闻不出来，根本对会闻不带出来，对，它可能只是增加它的层次感的感觉而已，对，让你有一种就是从根茎土花叶那种整个的感觉立体，但它到后调的时候我觉得就更不明显一些。是，那学姐怎么呈现？就是酸甜的玫瑰花瓣。它在我身上的玫瑰香是有点酸甜，就是玫瑰花瓣，你取完香精，然后会有
玫瑰露水什么那个什么精露，玫瑰精露的味道，是它在我身上是玫瑰精露的那个感觉，不是很张扬的玫瑰花香，但是是像玫瑰精露水的那种玫瑰花香，对，对。我反而觉得这一支的后调，跟之前闻到感受不太一样。夏天的时候闻到的感觉不同，真的，那冬天拿出来又变得不太一样，又变得很好闻。对啊，夏天就很强咯。但是冬天的感受完全不同。那我现在的呈现是，它很性感，很多层次，然后很贴肤，就在你的皮肤上面，而且让我觉得是跟你喜欢的人一起拥抱在一起的感觉。你很喜欢他身上这个玫瑰香味，但是你此时此刻你是拥抱着他的，而且是肌肤贴着肌肤的那种味道。怎么讲的？好像我在抱我家猫咪的感觉。人家猫是有玫瑰花香，是你们家有玫瑰花香，随时都香香，因为可能我身上喷膜，所以你会抹它，然后或是可能会在我的那个棉被什么上面，他们就身上会有香香。你喷香水，他们不会打喷嚏吗？不会，但精油会跑掉。可能精油太强了，反而香水对他们来说好像还好一些。但因为我喷的时候其实不会在他们旁边的。会离远一点，对对，就是只是怕它那个挥发，比如说酒精的那些，还是会对他们有多少些影响。对，不行太小。对。哇，这个柏林少女到后调实在是太性感了，对我来说是太 sexy 了。很胖，对。真的很像直接官网的形象图是这样，而且是很鲜明的玫瑰花瓣的那种感觉。我很喜欢它这个后调，玫瑰整朵，然后根茎一样存在，但是它后来的贴肤、包覆感，然后加这个性感的层次在这里面，我觉得这是更厉害。特别冬天天气冷冷的时候，更适合抱在一起。现在就这种感觉。对，哇，酷，不错哦。好，赞。那这一支你会给几分？10分。学姐来9.5分。9.5分，我给她12分。12分，哇！对，如果只有前调的话是10分，超越满分。可是后调12分，特别冬季你再试试看。如果你曾经买过这一支的朋友，我这个恳请你们冬天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试试看，你会听着我们的影片，今天又有不同的感受。我诚心的建议，因为这3支是贴肤，它的扩香效果没有那么好，我觉得这3支真的反而适合冬天喷。是。因为啊，你想为什么沙烏地阿拉伯人喷的香水要这么的显香？因为他们处在热的地方，香味会一下就没了，挥发得很快。所以其实天气热的时候，这3支你会觉得它味道很快就不见了。但现在天气冷，反而它的香味才会持续比较久，跟比较显香。对，学姐真的讲到重点。其实我们以前的观念，其实大家可以修一下，因为有很多大家学的要冬天才喷的味道，说不定你夏天喷更适合。其实有时候只是喷的方法要修正了。对，因为喷那么多下就可以。还有不是喷在衣服上，请喷在你的皮肤上。是。好，那我真的觉得说，这个温度、季节真的会影响香水的表现。会，对，会。所以你不要觉得这瓶香水只适合夏天喷，然后你冬天就把它藏起来。没有，我告诉你。如果你要重新认识你香水柜里面的香水，请你季节交替的，对，去尝试它。都要尝试看看。我觉得在天气寒冷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有根据，因为我觉得在嗅觉方面啊，在你天气冷的时候，你的嗅觉会更灵敏一些。对，比你在天气热的时候，对，所以刚学讲这个是会成立的哦，因为就是说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反而要喷一些你就是味道比较重的味道，只是说它的使用方式
不是对，你要修正，或是喷的位置。对，然后冬天反而去喷你那一种，就是你觉得不是很显香的味道，你去使用它，你反而会闻得到你在夏天的时候闻不到的味道。对，像这几支我觉得在冬天喷都非常棒。对，它可能也不会不显香，扩香性可能也其实也还不错了啦，只是说可能没有到就是很远那个扩香的距离。不过它其实还是蛮显香的。是，对。好，我们一致给这个柏林少女非常高的评价。对，特别我觉得在冬季10分，跟在我夏季截然不同。你一定要听我的建议，再把它翻出来试试看。对，好，那第二支我们来走一下这个孤女。来，孤女现在在2位身上怎么呈现？我觉得我的焚香怎么有点玫瑰的感觉？对，是因为旁边的是你鼻子沾到柏林少女吗？因为它的焚香照道讲不是很像庙里拜拜的香的那种感觉吗？可是它这一支焚香，我一直觉得它带一些就是微花香的焚香。对，我同意学姐说的，它没有那么，因为学姐很明确说出我刚刚闻到焚香的花香，但我还没有那么的参透说是什么花香。她刚刚讲是玫瑰，我现在闻真的确实是焚香带玫瑰。它香料表是没有写，它香料表很简单，只写了焚香跟麝香。但我觉得确实，对啊，你说的是正确的。它有花香在里面呢。有。对，而且就是你说的玫瑰，我觉得是玫瑰。焚香花藏在焚香中。对啊，我觉得有这个很像什么？我形容说，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一支的前调孤女，就是在战争的废墟当中，的一朵孤立的伫立的花啦，它是唯一的战后所有人的希望。好，就很像你想想看，我说这是个灰阶的画面，灰阶的画面，战争嘛，灰阶嘛，烟啊，烟硝啊，对不对？那因为燃烧嘛，就是被炸了之后烧。那但是灰阶当中唯一一支鲜明的玫瑰花绽放，就是这一个焚香中带着玫瑰香。表达的真是厉害。对，来，林心理换你说。对，我可能讲一个有微微不太一样的，就是有些焚香，或是说它会带一些花香，可能有一些是让你百合花香，有一些也会，就是我觉得玫瑰跟百合都有那个可能性在里面。对，像我们之前很熟悉的爱丽仙那个冥府之路那一支，对，它也是焚香带花香，然后它的花香就是百合。那我觉得蛮像的，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焚香本身，或是说麝香本身，它其实也有这些花香的成分在里面。对，或是它的分子其实是有些相近的地方。对，所以会让你觉得有一个就是花香的那种感觉在里面。OK， 好，那学姐嘞，这支非常喜欢后调，换你吊打一下。就是带一点点花香的焚香。对，但我觉得它就是很实穿啊。我觉得这一支，我觉得这一支男生女生都可以。然后很实穿。是，对，是。我会觉得说这一支这个焚香，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会让人家觉得很想贴进去它去感受一下。对啊。你要说它是性感吗？好像又不这么的完全。可是你要说它迷人，我觉得是这么有一点会让人会想要去追寻的。我会想要去这个。对，更进一步贴上去的后调感觉，我会觉得它不是那么孤独了，它有点就是比较温柔一点的，然后独立一点的，对，独立坚强的感觉。对，已经有一点个性，是已经有一点自我疗愈后站起来了。对，比较有个性的感觉，不给别人不怎么样，不让别人给我们一个未来，而是自己去创造未来了。这支蛮棒的，我很喜欢这支。哇，赞！好，来，那这一个学姐给几分？9.8。我觉得它算焚香里实穿的。是，对。
OK，然后又有特色，虽然它写的很简单，可是事实上你闻得出它的绝对，它绝对没那么简单。我告诉你，对，你闻得出它的层次，它有表现出它很简单的感觉，利落感，但它一点都不简单。对，我要给它12分哦，我要爆表，因为有时候要分出一个那个上下嘛，不然它其实都很高，就10分，但12啦，如果跟这只2只比起来，我相对更喜欢这只一点点。OK， 对，哇，就是一个很清爽的木质香气。是，那如果你是木质挂，这只一定会爱。这2个真的目前到现在太难比了，你知道，这两女，这3女真的是搞死我了，不是这个我会不同的给它分别12分，不同的分别12分，对，因为反正它也是其实有不同香调，是，对，完全不同，然后在各自领域里面的极致呈现，这是我给他，所以我让他12分，哦，12分。来下一支修女，上下修女，好，好，就是我觉得它有唤起我的少女心，是很女人味的一支，而且它的后调在哪里？就这里啊，它的后调的花香柔和的更美呢。很漂亮，对啊，蛮柔的，我觉得它蛮柔，带微微粉，我的身上。对，有你说的对，带了微点粉，没错，我的也是。没有啊，还是你们觉得那个是？你们觉得那个是粉哦？我觉得是把它揉成一团，对。哦，原来你们觉得粉是这个，因为我一直都不懂大家讲的粉是什么。因为我就觉得大家讲女人味一点的，我都会说。我就明明觉得它很清新啊，很有女人味，可是大家就会讲一个粉。我的女人味都把它我觉得对，我觉得我对粉的是这个tender 就是一个比较轻柔，对，轻柔，然后比较温柔，比较柔软，不是胭脂味的那种粉哦，是。对，柔和的那种粉，痱子粉哦。对，像你们的粉是痱子粉的，比我不是痱子粉那种粉，乳液。我觉得它又有微贴肤的感觉。擦完乳液之后的那个清香，有你说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那种皮肤散发出来的那种天然的体香。对，这个很美。我觉得这一支才是会让人想这样。有啊，你在我身上闻，你现在闻的跟我身上是一样的，就是很想这样，对，很想靠近，一直闻的那个感觉。这一支因为是我这一次好好重新认识，好好的去闻修女。以前我闻过，但没有拍过影片。但这一次跟着3女一起拍影片的时候，我觉得没有拍修女太可惜。那修女的后调。讲白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跟着你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假想的对象，然后跟他滚过床单之后，现在贴在他身上。神圣不可侵犯，怎么还会滚床单？对，这就是这个我要表达的落差感。对，就是我要表达的这个落差感，你知道吗？就是说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然后，可是这个为之之后，才发现说，哇，真的是美啊！难怪为什么是修女。哇，那事实上我还有点闻到它带一些茶香在里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闻到。贴肤性感，我知道，我很喜欢这一支啊，我很喜欢这一支。哇，这个我们之前低估它了，一直都只有讲柏林少女跟这个孤女，因为我不知道台湾人很爱广藿玫瑰，所以大家都在提柏林少女，就是比较一般比较能接受啊。我觉得修女就是其实还可能还需要一点点就是品香的那种历练，我觉得我很爱这一支。因为我之前刚接触的时候，我觉得它对我来讲有点重，就是有点比较味道没有那么的，没有我闻不出它的现在带给我的那一种清新，或是说纯洁感。我一开始刚入香的时候，这支我会觉得有点太女人味，对，太浓了一些些。对。那我觉得，你经过闻过很多之后，你再来闻它，就可以感受它那个香味层次
要给你的感觉，是就会觉得它是一支蛮美的，真的。对，我觉得这一支激起了我需要把它好好挪出来独立介绍一下这一支修女。这真的很像。对，那再有后调，它就是一个性感贴肤，然后最后就是抱着修女，然后身上还飘出这样子别人身上不会有的茶香味，就是淡淡的会回花甘，香，对，你知道吗？就你跟修女滚完床单之后会回甘，就是应该说意思说我们在跟修女滚哦不是，应该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喷，你今天想喷一支给人家是似有若无，然后还会意犹未尽的香味的话，我觉得是这一支。对，因为人家不觉得你刻意喷了一个香水，可是人家离开你之后，又会觉得，刚刚好像闻到了一个什么香味，让我会一直想要再回头去想，然后去寻找的感觉，非常恨自己为什么当时没有提起勇气去问他说：“请问你身上是什么味道？”然后就自己回家一直在那边想，然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他。就觉得那个味道很赞，这样子。我觉得这一支很棒啊，这一支真的很棒。所以这个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好不好？对，这3支我们都放在我们的试香桌上。对，然后刚刚最后还没有评分。我知道，因为我要加广告词在里面。那记得来找学姐试一下这绝美的3支。我觉得冬天再来试一遍这3支在你身上的感受，你会发现跟你夏天喷真的完全不一样。真的，我今天就很惊艳，真的。来，那学姐这一支修女0到10分，你给她几分？这一支我给她。你们既然最高都12，我就给他12分啊！因为我最爱这一支。我反正学姐她是这一支是对她来说是12分。OK， 好。因为这2支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身上都有一点微酸，但这一支是清透的甜，然后就很温柔，是，对，而且我觉得它任何场合都可以。OK， 好，那林心丽嘞？这支刚9.8， 9.8，对 ，OK， 为什么给他9.8嘞？就是我觉得它也是很棒，但是有3支，因为我们就做一个比较嘛，我是最喜欢这支，在这支，在这支，所以这支9.8。对，不然因为它对我来说，可能我会比较局限使用的场合，但我觉得它比较适合在我想要展现一些小性感的时候才会去喷这一支。对我来说啦，可能这种场合不是很多。OK， 所以你可以每天都展现啊。不想。对，然后这个我就觉得，这支就是不管任何场合，除了上班，就是上班也可以啦，休假或者是晚餐时间的，我觉得 OK。然后这支就是上班时间，这支上班是真的一定可以，都 OK 的这样。OK。好，所以你给他9.8分，对，9.8。好，那这3支修女呢？这3支里面3女当中的修女，我给她13分，是最高最高分。你又创一个再高一点，对，不知道为什么最高，然后结果这又平分，因为我以一个男生的角度立场来看，我真的觉得修女她把这一支创作，她要代表你不可为而为之的那一种挣扎，包含你有道德的这个束缚嘛，对不对？你还有心理，你还有那一把尺，你越界了之后的那种那种美感是会让你流连忘返的。好，所以人家说不能得到的，或者是得不到最美，我觉得这一支有呈现到这样子的心境在里面。好，那特别在我身上又会带一点茶香，特别。那其实我觉得它有玫瑰在里面，我觉得其实3支都有玫瑰哦。真的，不是没有。对，好，你慢慢的去感受这3支，如果你可以一起闻的话，那就做一个比较。你可以做一个完整的比较，然后你会知道我们今天分享的影片是确实是很贴切的，好不好？是，重新带大家认识这个卢丹氏的3支最经典的少女系列。好，再走一次，什么女？柏林少女、孤女、修女，好不好？那希望你们会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更加有印象。记得来找学姐来穿在身上感受一下。是试一下。这个好香水什么时候会要停产，不会知道，因为现在的气候变化真的非常的快。对啊，有些原物料都取得不易啊。像不要讲别的了，我们今天有个客户，他是专门做这个什么笋啊，那个他种那个夏天的算竹笋，绿竹笋那个是最高档的绿竹笋，好吃。他说去年他们通常一年可以收三回，在秋季的时候，夏季是最忙，夏天到秋季嘛，夏到秋至少可以收3轮。结果他说，因为今年冬天冷得快，所以那个土地的温度，他说竹笋要在28度以上才会生3轮。那今年呢，因为冷得快，地变冷了，结果只生了2轮半。因为最后那个可能长得不漂亮，然后第3轮就没有了，没有，应该是说第3轮长出来的味道是大家可能不会选择想吃的，因为它如果长得没有大枝，它是有小枝，那苦的部分就比较多啊，对，所以它就不能拿出来卖啦。是，对啊。那所以我说，那你这个2轮半，那个一半的半你们怎么处理？他说只能把它割掉，就是处理掉了，就有点类似在养那个笋竹啊，养竹。对，把它当母亲在养下一代了，明年是，对。那我们也学到说，他说这个竹笋不会是独立单一个体，然后才生出竹笋，它必须你这一代的养分是要借由阿公阿祖那一代，才有办法传承到这一代长得好的。对，所以他说养这个竹笋家族至少要3到5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也是学到了，那也亲身从他听到、感受到说气候变迁、土地变迁对于这个原物料收成的影响。是啊，所以没错，这个好东西什么时候会不见？对，不是在所以我们这一批的呢，是到就是2015年左右产的。对。然后因为效期是到2020左右嘛，对。但大概我们沙龙乡民们大概就不会介意这种啦，因为正好香水。对，像我个人就觉得，这个3支一定要赶快收一下，因为这个都没了，对，就是这个那个年份产的已经没有了，等于现在这几个就是很是当时最纯粹的了。对，然后我们这样试下来一轮，真的是很棒。对，而且夏季跟冬季闻起来完全不一样。对，好吧，非常谢谢2位今天带来这3女加2女。我让大家介绍5女，好不好 ？OK， 下次见啦，拜拜。拜拜。